第一课，装修小贴士。感谢你对协议的建议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一旦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对其进行完善。没错，合作将帮助我们取得稳定的成果。是的，我喜欢共同努力，确保一切都完美。您是否考虑过任何可能改善该项目的具体修改？我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布局，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。这是个好主意。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。是的，我们还要考虑材料，以确保质量。绝对可以。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想法如何融合在一起。第二课，安全规划。当然，安全第一。让我们列出一份清单，确保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东西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清单有助于使所有内容井井有条。没错，我们应该包括紧急联系人和急救用品。是的，为任何意外情况做好准备至关重要。你以前曾经使用过应急包吗？值得庆幸的是，不是，但是知道它在需要时在那里真是令人欣慰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做好准备是感到安全的关键。绝对可以。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创建一份详尽的清单。好计划。我想确保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第三课，吸烟问题。这对不吸烟的人来说确实不公平，他们的衣服总是闻起来像烟雾。是的，当他人的选择对你产生负面影响时，这会令人沮丧。绝对可以。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无烟的环境。我同意，公共空间应该让每个人都感到舒适。你在经常去的地方看到任何改善了吗？是的，现在许多餐馆都指定了吸烟区。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，它使外出就餐更加愉快。当然，我希望看到更多地方采取类似的政策。我也是，这对所有顾客的福祉至关重要。第四课，历史背景。横跨平原的铁路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是的，围栏是在农场和牧场周围修建的，以保护财产。没错，它改变了景观以及人们与土地的互动方式。当然，律师们也在监视任何非法活动。确实如此，扩张带来了机遇和挑战。是的，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区动态。从那时起，你读过任何具体事件吗？我有，土地权冲突特别有趣。这些历史紧张局势今天仍在各种讨论中引起共鸣。第五课，遇见野生动物。
我经常在我的后院看到松鼠，看着它们非常有趣。它们真的是，有时候我也会看到浣熊或花栗鼠。听起来很可爱。郊区的野生动物可能非常活跃。是的，在家里与大自然保持联系真是太好了。你试过喂它们吗？我有，稍微一点，看到它们靠近很有趣。那一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。确实如此，光是看它们玩就能让我过得愉快。我同意，大自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。第6课，购物计划。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很快再计划一次购物之旅，好吗？绝对可以。上次我和你一起购物玩得很开心。我也是，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有趣。没错，这次你想买什么？下个赛季我需要一些新衣服。听起来不错，我正在寻找一些配饰来更新我的服装。完美，让我们列出我们想参观的商店。是的，我有几家精品店想去看看。太棒了，我等不及要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。第7课，邻里问题。哦不，太令人沮丧了。你对邻居做了什么？起初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但我决定和他们谈谈。这是个好方法，沟通通常可以解决问题。是的，我解释了我的担忧，他们出人意料的理解了。很高兴听到。他们做了什么改变吗？他们同意降低噪音，这让人松了一口气。直接解决问题总比让问题恶化更好。没错，说出来之后我感觉好多了。我很高兴他成功了。让我们继续鼓励社区中的开放沟通。第8课，探索尼亚加拉大瀑布。你听说过瀑布背后旅程附近的温室吗？是的，它们以美丽的植物和花朵而闻名。我认为他们在如此独特的环境中茁壮成长，令人着迷。绝对可以。错过的尼亚加拉峡谷瀑布以北乘船游览也是一大亮点。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。我一直想近距离体验坠落。你真的应该，水雾和水声令人叹为观止。我能想象，这一定是欣赏大自然力量的好方法。当然，总有一天让我们一起计划一次去那里的旅行。我会喜欢的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。第9课，自信的沟通。是的，在演示过程中，我保持了眼神交流，并使用了自信的肢体语言。太棒了！
它确实有助于有效地传达您的信息。没错，我感觉更有控制力，更能与观众互动。你事先练习过吗？是的，为了感觉舒服，我多次排练。这是个聪明的策略。准备工作是公开演讲的关键。绝对可以，我认为这对我的配送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我为你感到骄傲，信心可以真正改变结果。谢谢，我会继续练习，以进一步提高。第10课，改善沟通。下次再小心点用拼写检查吧。是的，这是个好观点。我需要更多的关注细节。绝对可以，它确实可以提高你的工作质量。太棒了！我认为你可以通过注重清晰度来改善写作。我同意，保持清晰有助于更有效地传达想法。是的，让我们留出一些时间来回顾彼此的工作。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，反馈总是有用的。当然，齐心协力，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技巧。我很期待。第11课，杂货必需品。另外，我们的咖啡快用完了。好的，我会把它添加到清单中，这是早上必不可少的。是的，没有早上的咖啡，我就无法正常工作。这里也一样。我们还需要拿什么？这周我们应该吃点水果和零食。好主意，新鲜水果总是健康的零食。没错，让我们确保这次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东西。在我们出去之前，我会仔细检查一下储藏室。完美，做好准备总是件好事。第12课，本地探索。该地区还有什么可以探索的？你也可以参观附近的灯塔，这是拍照的好地方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，我喜欢风景。是的，灯塔可以欣赏到海岸线的美丽景色。我很想看看，附近有小径吗？是的，有些步行道可以俯瞰壮丽的景色。完美，我喜欢徒步旅行和户外活动。我也是，让我们计划1日游，探索所有这些。我等不及要冒险了。第13课，一起做饭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来计划吧。是的，我会带上我想尝试的新食谱的食材。太棒了，我喜欢尝试新菜。我也是，一起做饭总是很有趣。绝对可以，它使过程更加愉快。
你在想做什么菜？我在想一道含有新鲜蔬菜的意大利面。听起来很好吃，我等不及要尝一尝了。让我们为我们的烹饪课程设定一个日期吧。第14课，补水小贴士。每天至少喝8杯水很重要。太棒了，保持水分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是的，它有助于提高能量水平和整体健康。除了补水外，还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均衡饮食可以完美补充水分。你发现喝足够的水很困难吗？有时候，是的，我尽量随身带一个水瓶。这是个好策略，我也觉得它很有帮助。让我们继续鼓励对方保持水分。第15课，教育成本。有些课程需要平均学费，这可能会很高。是的，我注意到近年来学费上涨了。这令人担忧，尤其是在政府已经移交资金的情况下。绝对可以，这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压力。你有没有研究过任何奖学金或经济援助方案？我有一些很棒的资源可供学生使用。很高兴听见，探索所有选项很重要。是的，提前规划可以产生重大影响。让我们继续共同研究，共享信息总是有帮助的。第16课，家庭时光。重要的是，不仅要有时间工作，还要有时间一起阅读和玩耍。我完全同意，家庭时间对于建立人际关系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我们在厨房的餐桌上制定的计划将是终生难忘的计划。是的，我喜欢那些时刻如何创造持久的回忆。你喜欢一家人一起做什么活动？我们喜欢玩棋盘游戏和一起做饭。听起来很有趣，烹饪可能是一种亲密的体验。确实如此。另外，每个人都会贡献自己喜欢的菜。我等不及要听到你的下一次家庭聚会了。第17课，零食选项。咖啡馆有很多糕点供你选择。听起来很愉快，我喜欢尝试新的糕点。绝对可以。我们可以点零食到房间吗？是的，那太完美了，能舒适的享受它们真是太好了。你有最喜欢的糕点想尝试吗？我最近一直很想吃巧克力牛角包。好极了，我想我会去吃水果馅饼。很棒的选择，这些总是让人耳目一新。让我们下订单，享受一些零食吧。第18课，反思记忆。
有些悲伤的回忆是痛苦的，但它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明白了，承认它们至关重要。是的，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成长方式。绝对可以。你觉得谈论那些回忆有帮助吗？有时候，是的，分享可以帮助我处理自己的感受。这是一种健康的方法。有个人可以交谈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同意。那你呢？你如何处理悲伤的回忆？我喜欢把它们写下来，它可以帮助我释放情绪。这听起来很有治疗作用。让我们在反思中继续互相支持。第19课，住房问题。如今，许多年轻人都在为抵押贷款而苦苦挣扎。是的，这很难。大多数人买不起，尤其是在当今的市场上。这令人担忧，尤其是当学生负担不起所需的教育时。绝对可以。教育对于未来的成功非常重要。你遇到过任何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程序吗？我听说过一些可以减轻经济负担的奖学金。太棒了！支持学生追求梦想至关重要。是的，让我们继续宣传这些机会。我同意，意识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。第20课，冒险计划。我正在计划在偏远的国家进行一次难忘的冒险。听起来太神奇了。你想去哪里？我正在考虑去新西兰旅行，那里太美了。哇，我听说风景令人叹为观止。是的，山脉和湖泊非常适合户外活动。计划好之后，你能和我分享一下你的行程吗？当然，我很乐意听取你的意见。我等不及要听听你的冒险经历了。当然，这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体验。第21课，周末计划。嘿，这个周末你在干什么？不多，放轻松点就行了。你为什么问？我本来想去冒险一下，可能会很不错。听起来很有趣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也许是去山上徒步旅行1日游。我喜欢这个主意。新鲜空气和大自然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。没错。另外，这是1周后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。让我们计划一下，找到一条不错的探索路线。我很兴奋，这将是一个完美的周末度假。第22课，团队协作。是的，我参加虚拟团队会议并定期聊天。太棒了！与团队保持联系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它有助于保持协作和生产力。你觉得虚拟会议有效吗？
可能如此，尤其是当每个人都参与时。我同意，在这些设置中，清晰的沟通是关键。是的，我总是尽量为更新和反馈做好准备。这是个聪明的策略，它使会议保持专注。让我们分享更多有关如何改善虚拟团队合作的技巧。第23课，会议时间。下午5点左右，你什么时候去？这对你来说方便吗？是的，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。太棒了，那时我一定要做好准备。我们应该先在咖啡馆见面吗？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，我喜欢他们的咖啡。我也是，喝一杯热饮会很不错。是的，我很期待我们的谈话。这里也一样，共度时光总是很愉快的。第24课，周末度假创意。你好，我正在考虑计划一个周末度假，有什么建议吗？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。你考虑过海滩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在海边放松的想法。海浪的声音太舒缓了。没错，这是逃离喧嚣的完美之选。山上的小屋怎么样？这也可能令人耳目一新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喜欢待在大自然中。让我们研究这2个选项，看看哪个最合适。我等不及要开始计划我们的冒险了。第25课，房间设施。房间里有电子设施吗？是的，他们通常拥有您舒适住宿所需的一切。很高兴知道，我一直很喜欢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。绝对可以，它使旅行变得容易得多。你认为我们还应该检查 Wi-Fi 的可用性吗？是的，这对于保持联系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在路上有这样的选择真是太好了。请务必在预订时询问所有便利设施。当然，它将帮助我们选择最佳的住宿地点。第26课，节日传统。我喜欢在假期里用驯鹿拉雪橇的想法。绝对可以，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画面，特别是对孩子们来说。他们相信圣诞老人在长筒袜里装满了玩具和好东西。是的，想想他在圣诞节早晨带来的欢乐，真是令人兴奋。假期期间，你有什么特殊的传统吗？我们总是一起装饰树并烤饼干。听起来很有趣。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做姜饼屋。这些传统创造了如此美好的回忆，不是吗？他们确实如此。今年一定要一起庆祝。
第27课，整理技巧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很难在凌乱的房间里找到东西。我完全明白，当事情不合时宜时，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。没错，我不确定从哪里开始组织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买一些储物箱或架子？我认为这可能会有所帮助。我需要创建一些指定的空间。是的，给箱子贴标签还可以让你更容易的找到你需要的东西。这是个聪明的小贴士，我一定会试试的。让我们计划一天一起打理你的房间吧。我会很感激的，这会让这个过程变得更有趣。第28课，在家锻炼。你可以尝试在家中使用哑铃或阻力带进行力量训练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我一直想开始日常锻炼。这很方便，尤其是在你无法去健身房的时候。是的，另外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做。没错，你有什么具体的健身目标吗？我希望能锻炼肌肉并提高耐力。太棒了！将力量和有氧运动相结合，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。绝对可以，让我们互相激励，保持一致。我进来了，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进展，让彼此负责。第29课，自然之美。这条路还活着，一切都因为风而移动。听起来很漂亮，大自然可以如此充满活力。是的，树木摇摆和树叶跳舞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喜欢那个，它让我欣赏生活中的小事。没错，你在徒步旅行时经历过强风吗？是的，令人振奋，但有时候也有点吓人。我同意，它为冒险增添了刺激元素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计划在刮风的日子里徒步旅行。听起来很完美，让我们一起拥抱大自然的力量。第30课，善举。小手势总是值得赞赏的。是的，一点善意就能让某人的一天变得更加美好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绝对可以，即使是微笑也可以有所作为。我同意，正是这些小事建立了社区意识。你最近见过任何令你感动的善举吗？是的，前几天有人为我的咖啡付了钱，这让我度过了美好的早晨。太甜蜜了，我喜欢人们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也是，它激励我向前付出代价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要继续传播善意。第31课，简化路线。当然，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向左行驶，然后直行。听起来很简单，我很感激你的明确指示。
一旦你知道了方法，就非常简单了。但是对于新手来说，可能会感到困惑。绝对可以，地标也确实有助于导航，对吧？当你有可识别的东西来指导你时，总是会更容易。我同意。这就像你的脑海里有一张心理地图。没错。另外，当你知道要去哪里时，它会让旅程变得更加愉快。是的，您可以沿途欣赏风景，而不必担心迷路。这是最棒的部分。探索新地方就是体验。第32课，评论很重要。找一个好的可能很棘手，但我建议你查看在线评论。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方法，评论确实可以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。没错，他们提供的见解可能无法仅从产品描述中获得。人们如何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很有趣，这可能很有说服力。是的，这就像从朋友那里获得建议一样，即使你本人不认识他们。我喜欢这个方面，它使决策变得更加容易，也更明智。当然，另外，你可以发现任何可能表明选择不当的危险信号。当然，它使您免于犯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。在当今市场上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聪明的消费者。第33课，健身对话。我喜欢在家跑步和做体重运动，你呢？听起来棒极了。我也喜欢保持活跃，尤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。我发现跑步可以清醒我的头脑，提高我的能量水平。我完全同意。在户外锻炼时，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另外，减肥运动非常方便，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。没错，当你没有太多时间时，它们非常适合快速锻炼。而且你可以随时将其切换，以保持趣味性。是的，多样性是保持动力和不感到无聊的关键。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并坚持下去，真是太好了。第34课，舒适之旅。Civo 有一些舒适的海滨小屋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听起来很可爱。海滩度假总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。对吧？试想一下，醒来时听到海浪的声音和空气中的盐味，会很放松的。另外，景色一定令人叹为观止。绝对可以。这是远离喧嚣的宁静度假的理想场所。我们可以享受海滩活动，比如游泳或者干脆晒太阳。是的，这是放松身心和恢复活力的好方法。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们一边看日落，一边在门廊上喝咖啡了。这就是梦想。让我们开始计划我们的小逃亡。第35课，正念时刻。你通常冥想多长时间？
我通常每天冥想大约10到15分钟。这是个好习惯，在开始新的一天之前，集中精力确实很有帮助。是的，令人惊讶的是，短短几分钟就能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。我发现它可以增强我的注意力，显著减轻压力。绝对可以，这是培养正念和清晰度的绝佳方式。此外，即使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，它也很容易融入您的日常生活。是的，只是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片刻的寂静就能创造奇迹。我喜欢它在每次疗程后带来的平静感。